如何提升读书效率？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技巧。首先是关于培养阅读兴趣的。第一，不喜欢看不懂的书不要读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遇到不喜欢的节目会直接换掉，刷视频的时候遇到不喜欢的会直接划走，但是看书的时候却时常会抱有一种心态，这本书再难啃我也要啃下去，如果不一字一句的啃完，那就是我不行，就会有负罪感。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心态而放弃了读书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不是每一本书都值得看，也不是每一本书都适合你。有些书虽然是好书，但是你现在看不懂，读了也没有用。比如说我就很难读懂一些哲学上有名的著作，虽然它是好书，但是我真的看不懂，我的经历和见识都没有达到和作者能够共鸣的程度，那可以留着以后再看。我们的认知呢，会随着学习的提升和经验的增长而改变，也许以后经历的更多了，就看得懂了。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、自己想读的书，把读书当作和其他爱好一样简单的活动，都是为了打开对世界的好奇，接触新鲜信息，提升认知，没有必要思想负担太重。我现在看到不喜欢的或对我没用的书，我不会再强迫自己读完。改变这个习惯后，我发现我能看更多的书，我学到的东西也更多，我的写作灵感也多了起来。补充说明一下，这个技巧并不适用于考试。如果你啃书是为了考试，那再不喜欢也得看。第二，用手指指着读。如果你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的话，可以尝试用手指指着读。在《博赞脑力训练手册：快速阅读》这本书里有个知识点，是讲我们的眼睛在无引导的情况下是沿圆形运动的，是非常不规则的锯齿状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，在看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是跳跃的、发散的，而用手引导呢，会使我们的阅读更舒服、更轻松和更高效，有利于集中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。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，可以尝试用手指有节奏的一行沿着一行指引，可以锁定我们的注意力。书中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实验，当我们把食指的指尖在距鼻梁处10厘米左右对在一起，然后移动手指分开，同时呢眼睛盯着远处选择的点，直到你看不见你的指尖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范围非常非常大。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很多，就像我们的思维一样，眼睛也不是线性运动的，而是发散的。眼睛其实是一个眼镜，实际上我们的大脑也在看。我们可以获取的信息实际上不是一个一个词，可以是一片信息。所以如果你的手指在书上倾斜着，沿着多行的运动轨迹指引，你还可以一目十行。这个技巧非常适合用来找资料。当你需要从大段的文字里找到你需要的信息时，你没有那么多精力一个字一个字去看，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扫描。你可以试试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呢本身是具有扫描和接触多面信息的能力的。利用这个知识点，我们还可以衍生出，如果你想快速的一次看到更多的信息，那么使用更大的屏幕阅读比小屏幕更有优势。用平板电脑阅读比手机效率更高。当我们更好地遵循规律时，才能获得更多。第三，边读边看。在阅读的时候朗读，同样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注意力。不需要很大声，只需要轻声地读出来，让自己能听见，就足以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书上。因为我们看书的时候呢，大脑有时候会走神，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聚焦在文字上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读书很吃力的原因。其实不是读书吃力，而是我们在聚焦我们自己的注意力的时候感到吃力。但是当我们看视频或者听书的时候，却没有这种烦恼。我们更喜欢通过声音和具象的画面来接触讯息，这使我们的注意力更轻松地聚焦起来。所以当你感觉有点无法专注，看不进去书的时候，可以尝试念出来，你就会发现你更能读下去了。我有时候状态不好，读书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候，我就会轻声地读出来，这对我非常有用。第四，你不需要一字一句读完。当你一直在研究同一领域，读某一领域的书足够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书的内容是一样的，道理也是一样的，甚至有时候举的例子都差不多，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。这时候你还要一字一句的读完吗？如果你有读书强迫症，觉得只有读完了书里的每一个字才能变得博学多才，才对得起读书人这个称号，那我建议你尽早的改掉这个习惯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后来我发现这非常的低效。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对齐别人的标准，
读书不是因为我想成为读书人，或者我想要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博学多才，也不是为了炫耀我一年读了多少本书。读书仅仅是因为我喜欢阅读，我喜欢这个过程，这就是最好的理由。在阅读之前，你可以先看看目录，直接去找对你有用的信息，看过的东西呢就忽略。如果这本书对你没有用，那就换一本。注意，这个技巧并不适用于小说。第五，你不需要做那么多笔记。不需要去摘抄章节标题或者是标注书里的话，因为这些书里都有啊。我们摘抄笔记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觉得抄下来我们就会记住它。我曾经就是这样，但是我坚持了3年抄笔记的习惯之后，我发现我根本记不住我抄了什么，我记住的都是那些我经历过、实践过的道理。所以，请你记住，最有用的读书方法是把书里的道理吃透了，运用在自己的生活里。我们的大脑只会记住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信息。后来我修改了我的读书流，以读和输出为主，做笔记为辅。现在我的读书流大致可以分为3点。第一，看完一本书后，结合自己的经历，用自己的话叙述我学到的道理。遇到有共鸣的地方，尝试写写我产生共鸣的个人经历是什么，尝试描述我自己的故事。第二，把学到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检验它的可行性，然后写总结。第三，用自己的话描述整本书的框架，可以不按照目录，只按照我自己的逻辑去描述它整体讲了什么。这个阅读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，帮助我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我的实际生活当中去。请一定要记得，不是把知识抄下来，它就会成为你的知识。最后，教别人你所知道的。这个方法我之前在超级学习者的10个习惯当中也提到过。当一个人在向别人解释或者教授某个概念时，他们能够记住学到的大约90%的东西。教别人你所知道的是学习记忆新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心理学家称之为回忆练习。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·费曼也分享过类似的观点。通过教授别人，你可以快速地找出你知识当中的漏洞，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。这也是加强记忆痕迹最可靠的技巧之一。其实，对你知识最终的考验，就是你把知识传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能力。因此，学习、吸收和记住新知识最好的方法是学习加分享。举个例子，与其一口气看完了一本书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不如看完之后尝试回忆、分享、教授别人你所学到的，更能巩固你的知识。我已经验证过，当我每次把我学到的东西写出来，发到公众号或者是做成视频，我自己也加强了理解和记忆，获得了成长。这个方法对我非常有效，这也是我喜欢我工作的一部分原因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